Hello，新华社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云熙。今年也是你跟唐丽慈深度相伴的一年吧？提到这个角色，最先浮现在你脑海中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最先浮现出来的一种感受是一抹浓墨重彩的玄幻武侠风。如果要你给他三个标签的话，你会用哪三个词？我觉得矛盾感、自信以及他的自我救赎。因为唐丽慈其实她的成长弧度是还蛮复杂的，她可能会随着她身边的一些朋友与她共同经历的一些在江湖的各种事件，然后导致她自己的成长弧度有一个对待世界观上面的一个态度的转变。对，我觉得这是这个角色非常吸引人，也是非常能够让观众共情的一个点吧。唐丽慈和你以往饰演的很多古典的角色相比，你觉得最吸引你的和最具有挑战性的点在哪里？在剧中，唐丽慈她有一个自己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行动线，就是她希望能够与她的挚友解除误会，从而复活他们的师兄方舟。但是当她在做这一系列事件，在最终的那个点上失败的时候，她是自己的一种完全信仰的一个崩塌，突然一下子从高处摔到谷底的时候，那一声破裂的那个声响会让她心灵有所震撼。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你看到开场即高光的角色，他是如何摔到这样子一无所有的，但是这个一无所有又是他重新建立自我的一个开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听到你提到了说江湖，那咱们这部剧也是跟江湖武侠相关。那你通过饰演唐丽丝这个角色，对江湖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其实《水龙吟》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武侠剧，它其实有一些玄幻的色彩在里边，所以其实整个《水龙吟》它都是浓墨重彩的。那其实所谓的江湖，在我看来，在《水龙吟》的世界当中，它并非是非黑即白的，以及所有人物以及角色的成长弧度也不是非善即恶的，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一个行动线以及自己所要期望的目的。可能比如说像唐丽慈来说，他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他不仅仅考虑的是所谓的名门正派的规矩，他可能会用自己的一些手段打破这种传统的规矩，然后去给这种所谓的名门正派注入新鲜的血液以及新鲜的思想。他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成长以及不断的蜕变。唐丽慈做到的并不是为一人而活，而是为一群人而活。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武侠吧，以及武侠世界、江湖世界当中的所谓的义。就是中国武侠的这种侠气。是的，所以其实《水龙吟》当中的侠气，并不是你所看到的打打杀杀，而是每个角色的成长弧线，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一些情感寄托，以及他们自己的一些自我救赎在里边。你在饰演唐丽慈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哪一瞬间跟她产生了一个共鸣，或者好像我读懂了这个人物？我觉得不能用一瞬间来说吧，因为其实整个的拍摄过程，我们5个多月，然后我觉得时时刻刻我都与唐丽慈在水龙吟的江湖当中共同的成长。我整个拍摄过程，我觉得自己成为了唐丽慈，一直与她都有这种情感羁绊的共鸣，因为她确实是让我罗云熙作为唐丽慈，实实在在的在水龙吟的这个江湖当中走了这么一遭，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24年4月份杀的青，距今也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了，可是即便是过了这么久的时间，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自己还是非常有感触的。提到某一场戏，我可能印象都非常的深刻。从入行到现在，你觉得哪座山是最难翻越的呢？我觉得最难翻越的这座山，就是你作为演员认同自我，然后去把自己内心掏干，作为演员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情感表达出来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会在饰演角色的时候，特别是我，对于我来说，可能在最初的时候并没有学习过表演，然后也都是通过一步一步戏的积累，然后去自身的积累经验。那对于我来说，这座山就是如何真正的共情角色。对，但其实通过一步一步戏的积累之后，我发现摒弃杂念对于我来说是最难的一点。当你真正的抛下了这些外界的因素之后，真正回归到角色本身，我觉得这座山其实就是第一座最高的那座山，你就算是见到山顶的风景了。但是如何去跨越它，
如何面对第2座山、第3座山，又是另外的考验了。但是首先你要把自己作为罗云熙的一切忘记，然后真正回归到角色，这就是最困难的一点。所谓很多人说这个演员好像开窍了，或者说这个演员好像在某一部戏或者某一个瞬间真正的让观众达成了共鸣，感受到了角色内心的一个情绪，其实就是你作为演员的时候真正融入到角色，真正做到纯粹，做到忘记自我，成为角色，这个就是最需要去克服的困难。那么我觉得这是第1座山，接下来你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精进。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接受广大观众对于你所饰演角色的一些声音，因为我相信广大观众肯定都是会指出这部戏或者你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有哪些好的地方，有哪些不好的地方。对，那么接纳建议，接纳不足，然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的去精进自我。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就会越做越好。那你现在觉得现在的自己跟你刚出道时候的自己最大的成长是什么？我觉得是越来越自信了。刚出道的我觉得可能是不够自信，然后呢，在你表演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杂念，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受到现场的一些影响啊，就是怕出错。所以这个是我刚出道或者说是刚进入演员的时候一个非常真切的感受。但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怎么说呢，会影响你真正进入到角色的一些不利因素。因为当你有了这样子的一些包袱的时候，你才真正的会出错，你才真正的会有各种各样的杂念。当你摒弃掉这些杂念之后，你才会真正的进入到角色，与角色共鸣。我觉得就是对于我现在的罗云熙来说，就是可以更快的去进入到当下的角色当中，进入到你现在正在拍摄这场戏的一个情感当中。对，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杂念。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好是坏，你只要进入到角色，那么你的一言一行，那么你所表达出来的情绪以及状态都是纯粹的。所以不用去考虑如何让角色成为一个所有人所喜欢的东西，这个是不用去想的。我觉得你需要去想的是如何让自己成为角色。对，当你成为角色了之后，这个角色它也许不是完美的，但是它一定是最真实的，一定是最真切的当下的感受的。那面对影视行业现在的快速的变化，你觉得现在青年演员的一个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一定要抱有对演员的敬畏之心，然后一定要保证你对作品创作的热忱，以及你要能够摒弃一切除了你在剧中、你在这个工作环境中以外的任何的杂念，你一定要做到纯粹，不要怕出错，只是一味的投入到角色当中，其他的一切，其实我觉得都是后话。因为当下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热忱、初心以及用心。我觉得这就是作为演员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对于我自己来说，用心、真诚，保证对你自己职业的一个敬畏之心，就是你自己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点。你想对一直喜欢你的这些观众朋友们，以及现在正在奋斗的青年，如果给他们送上1、2句寄语的话，你想要对他们送上什么样的寄语？此刻当下的你，一定要为自己的梦想、为自己的理想去拼搏奋斗，敢闯敢拼，敢放慢自己的脚步，不要急功近利，去在学习拼搏的过程当中享受这种成长的快乐。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到劳逸结合吧。因为现在的不管是在学习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受到外界的干扰以及外界的一些声音，都会影响到自身的一个心态以及状态。我觉得其实可以把自己隔离开来，外界的声音它客观的存在，你不能摒弃掉这些外界的声音，但是你可以回归到自我，回归到真我当中去做自己的内心的那个你。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该去闯的时候就去闯，该放慢脚步享受生活的时候，回归到生活当中去享受自己的生活，劳逸结合，我觉得这才是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Muito legal, né?
Junte-se a nós e se inscreva no canal, deixe seu like e compartilhe com seus amigos para que os vídeos sejam entregues para mais admiradores do Cici. Ative também o sininho para saber das novidades. E lembre-se que temos a página do fã-clube no Instagram, o link está na descrição deste canal. Obrigada por me acompanhar. Até o próximo vídeo, beijinhos da Aileen.